Hello， 大家好。上集我們講到一些有關於正頜手術的一些適應症，比如說如果你是小下巴，那又合併有一些睡眠呼吸或是一些換脊的一些病人的，那事實上是正頜手術的部分是可以考慮的。就比如說你有一些咬合不正啊，就是咬東西牙齒的齒列不整齊，無法單純就靠矯正來處理的，也是可以考慮正頜手術的部分。那我相信大家一定會納悶說，那這樣子一個手術，那它是不是有一些比較嚴重的一些并發症的？那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這類型的手術，它後續常見的并發症有哪些，以及一個外科醫師要怎麼去避免這些并發症。再來就是說，我們一些術後的一些恢復跟保健。首先就是在正頜手術的部分它包含3個部分。第一個就是上頜骨的部分，第二個就是矢狀兩側矢狀的骨切除，以及再就是下巴骨的位移。那所以在做這些骨頭的分離的時候呢，我們會遇到幾個部分。第一個是最常見的是下頜骨的這個旁邊它是有一條神經的，好，所以這個下趾槽神經常常會在我們移動的過程中呢，可能會有一些手術的拉扯的一些情形。好，所以比較常見的就是說，在手術過後可能會有一些暫時性的一些麻痹的一些狀況。那另外就是上頜骨的部分，因為我們上頜骨的部分我們會整個把它骨頭跟肉會把它做一個完整的一個剝離。那所以在剝離的過程中呢，那可能鼻翼的部分會變得好像會比較寬一些。好，所以這個部分是做上頜骨的時候會比較常見的一些狀況。這樣下巴骨的位移的時候，這部分導致說如果固定好的話，導致應該是還好。那可能會有一些常見，比如說你摸起來可能會有一些外觀上的一些不平整，因為畢竟是一個骨肉分離的一個手術嘛，所以我想術後的腫脹一定是這個避免不了。確實也是有一些感染的一些風險啊，比如說我們在放一些骨釘骨板的時候啊，會不會有一些感染的狀況？那另外就是說，在對上下骨因為都要分開，那重新在對合的時候，也可能會有一些咬合不正一些狀況，因為畢竟整個上面跟下面當時都是有理的狀態，要怎麼把它重新固定起來，然後讓它達到一個最好的咬合的位置，然後以及最漂亮的一個外觀。咬合如果對的不好，可能會影響到我們旁邊的顳顎關節，長期下來可能會有一些疼痛。針對我們以上的這些常見的這些并發症，那我們一一來告訴你說，我們這是一個在做正頜手術的醫師，我們怎麼來去避免這些并發症的一個發生。我們有個宗旨，呼吸決定睡眠品質，睡眠定義健康程度。那各位朋友，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的內容呢，歡迎幫我們按讚、訂閱跟分享哦。